注意看，大名鼎鼎的中国推力大师魏宁辉，竟然被打得如此狼狈，还被老外一拳打断3根肋骨，瞬间瘫坐在地，无奈之下只能弃赛投降。要知道，此前只有魏宁辉打断别人肋骨的份儿，从来没有被别人打断过肋骨。能击败中国名将魏宁辉，对手自然是来者不善。他正是当今羽量级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世界排名第2的伊利亚斯。凭借暴虐无道的残忍手段和不把对手打废绝不罢休的作战风格，让他在来中国之前已经连续打废超过130多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KO 狂魔。我已经做好了称霸中国拳坛的准备，中国的选手们对我产不生任何威胁。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非常适合他们，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太不经打。面对猖獗的老外，中国羽量级别排名第1的中国坦克邱建良不再隐忍，霸气出山，誓死捍卫中国拳坛。好，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邱建良。但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因为此时的邱建良还并非世界第1，当前他的排名是世界第10。也就是说，本场比赛邱建良第10，对方世界排名第2。所以在此消息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啊，邱建良你不自量力，你找死，你属于以软击实。但邱建良在媒体面前也是霸气回击啊，只有击败强者才能成为超越强者。排名第2的山崎却输给了当时排名第1的考，于是拿到了当时排名的第3，拿到了还不到2个月啊，当时的第2啊瓦尔加。干掉了当时第2的谢尔盖，然后自己的这个直接排名升上了第2。对，而且呢，这个布莱德是非常年轻啊，这个刚刚是95年啊。哎，虽然这么年轻啊，但布莱德的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啊，这位不知道这个这么拼命的打比赛，是不是为了这个奶粉？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哎，没错，布莱德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而且攻击密度很高。这场比赛，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完全没有看得出来，这个伊利亚斯啊，不仅比邱建良小，甚至比邱建良小了整整5岁。21岁便拿到了世界第2，证明他的实力是相当的恐怖。而邱建良比对方大了5岁，当前的话是26岁。虽然说此时邱建良的世界排名是第10，但他的实力啊早已经是前3的级别，他只是缺一些个挑战强者的机会。因为很多人啊不愿意和他打，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打赢了没什么好处啊，打输了还会被抢走排名。包括现在我们中国拳坛的张志磊啊，在国际擂台也是这个很尴尬的地位啊，很多人不敢和他打。右摆左扫，这样的话把邱建良的这个进攻都防住。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踢中。在邱建良跟磨砂布打之前呢，没有人看好磨砂布。结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场比赛。邱建良刚才这个动作已经是在第1回合当中2次的重复使用了。邱建良是一位我们看他的比赛会不停地看到这个在技术和战略层面上提高的一个这样的选手，我们是很喜欢这样的选手。后摆拳，邱建良开始变速了，我们看，哇，后手拳互堵。好，你看测距离。打虎，高段。邱建良的这一场比赛绝对能称得上是一场硬仗了啊！不仅对手实力强劲，而且我们注意看，比赛的擂台已经逐渐变湿了。为什么？因为现场下起了瓢泼大雨。没错，本场比赛是在室外举办，但是我们看邱建良啊是完全不慌也不乱，纵使对方压得再紧啊，也是头脑冷静，灵活应对，具有威胁力。是，哇，转身变拳没打到，顶膝。在这个擂台上，慢慢的又开始有一点点湿滑。两个选手，邱建良连续的左右摆，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在第1回合，虽然说布莱德看起来打得很凶啊，打得很积极，但是老谋深算的邱建良啊，早已在分数上已经是慢慢的超过对手。所以说，只要邱建良本场比赛啊不被 KO 啊，不被对方打躺下，本场比赛我感觉应该是胜券在握。这个就是比赛节奏啊，这比赛节奏非常好，看起来这个观赏性高。哇，后手上勾打到了，抛进去了。哦，
伊利亚斯跳过，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湿，因为这会儿雨啊，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没错，两个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平衡，还有高速的运动。是的。腿换拳，伊利亚斯平后手。朱建良现在扫伊利亚斯的腿，有效果了吗？我感觉好像伊利亚斯有一点移动有点慢。是。但是这个目前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因为这个移动慢，我们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忌惮于场地的湿滑，还是这个邱建良扫地有了效果。是的，是的。这场比赛，邱建良整场的表现呢都是不慌不忙啊，拳也不重，腿也不猛。观众朋友们，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啊，真正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擂台由于下雨的情况，导致擂台非常的湿滑，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如果出重拳或者重腿呢，是非常容易滑倒或者跌倒。那邱建良就很聪明了，他不追求重击，而是打些点数和分数上的优势。但这个伊利亚斯很明显，他的应变能力和他的头脑没那么聪明啊，他还是愣头青啊，打得很凶，还是打一些重击。而刚才这个王阳国老师也说了，邱建良一个很大的这个特色就在场上这个节奏的变化、进攻方式的变化。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多点位的，有时候我打你2下我赢了，然后我有时候打你3、4下，有时候一拳不打我就。让你抓不到这个我的这个节奏。两个人开始助攻，在这样的一个擂台上的情况呢，两个人的这个进攻大多数会变成静态的对付。对，因为移动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平衡失去。是，包括呢这个很多这个舍身的动作呀，这个大范围的动作可能做的会少了。这样的话，观众们会比较开心，因为这是一个电话亭战术，是被迫电话亭战术的一个对攻。相对密度，现在伊利亚斯下来了，邱建良开始慢慢的变成进攻式的攻。哇！走，伊利亚斯的这个世界上排名第2，我们刚才也说了，他的缘由啊，这个选手非常强悍。是。10秒钟，邱建良表情还是非常轻松的。看是伊利亚斯的贯穿能力。好，进入到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现在这个伊利亚斯他满脑子只想 KO 邱建良，因为他清楚啊，分数上他不如我们，所以他并不想把比赛的结果呢交给裁判，而邱建良则相反。我们不用着急啊，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的话，我们是稳赢的啊，因为前2个回合分数上是遥遥领先。被裁判，而且其实整个我们看这个3回合的比赛。纵观来看，他的进攻密度是这个爬坡式的上升。是的，是的，这是很恐怖。对于选手的整体的体能储备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你说我们这个，毕竟啊，两个人真的是高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舞台上，在勇士荣耀的擂台上，我们才能看到有顶尖的对抗。是的，这一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的胜负啊，我们当然很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2位选手在擂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学的这种展示。你可以先不考虑结果，我们先看这个过程，过程足够精彩。现在急于求胜的伊利亚斯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只想在第3回合 KO 邱建良。但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邱建良呢是完全不在乎，你怎么来，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都能接得住。啊，不得不佩服邱建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头脑太冷静，太厉害了。做一些重击，现在邱建良并没有做重击，还是大多数以干扰为主。现在我们看邱建良打的还是比较稳，对啊，这一局回合的节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没错，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猛冲等于是被消解，对。但是伊利亚斯的进攻力度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小心，场地毕竟还是有一些湿滑。没错。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在这样一个场地当中，我觉得应该会给他们2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伊利亚斯后摆打到了邱建良，带摔，那这样的话是反击。这场比赛由于现场的地面过于湿滑，所以说双方的体能消耗下滑很明显。你不仅要防守啊，要盯着对手，还要进攻，而且还要保证你的平衡性。所以说，这可以说是邱建良，哎呦，神龙摆尾。这个时候了，最后一刻啊，也让现场的观众不感到遗憾，也让屏幕前的您啊也不感到遗憾，因为神龙摆尾是邱建良的招牌绝技，是他的绝活。10秒钟，看邱建良还有没有输出。
来后扫，伊利亚斯整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邱建良拿下了比赛。漂亮！坏了，这一下已经晕了，这下真的晕了，这下真的晕了。好，又是一重拳。我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黑人选手，在赢下比赛后，竟然戴上了小丑面具，当众羞辱中国选手董鑫，表示自己仅用了2团功力便拿下了比赛，还当众狂言，即便是死人方便和邱建良同时上台，也都得被他打到跪地求饶，大喊饶命，还同时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见一个打废一个。见这个黑人选手如此的嚣张，董鑫的师弟保银仓申请出战，势必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老外。好，双方的比赛将开始，注意看左边红方选手保银仓，拎住狗腿儿。保银仓刚一上来便势如猛虎，这是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汉子。而蓝方选手这个黑人老外便是森巴库利巴利，在大概1年前他击败了保银仓的师哥董鑫。现在森巴库利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他不断的退后，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保银仓加油啊！保银仓的身高臂展呢都比对方占据优势，看看有没有 KO 的机会。现在用砸拳爆锤，不断的锤击森巴库利巴利。保银仓有机会，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现在裁判还没有判罚。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1分20秒。什么情况？现场裁判终止了保银仓的进攻。刚刚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也没有打出擂台，什么情况？那我估计是这个裁判怕保银仓呢打出人命，怕污染了这个擂台怕太晦气。保银仓还是连续疯狂的摆拳，那么森巴现在是只能死死的护住头顶，完全不敢反击。而保银仓的表情我们看真是带着一股狠劲儿杀手的感觉。森巴下潜抱摔没有成功，被保银仓按到地上，又是这个角度上位疯狂的砸拳。裁判离远一点，你不要再终止比赛了。爆锤！我们太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1场胜利。又来了，裁判又帮助这个森巴黑人选手又站了起来。这种裁判我觉得干脆开除他。别看他是黄皮肤但搞不好这个家伙有一颗黑心呐。这个1回合比赛3次击倒。一场比赛1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在第1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这个森巴库利巴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保银仓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在第1回合把这个森巴这个赛前畅跃至极，扬言要拳打方便脚踢邱建良的这个黑人选手是疯狂暴打。如果不是裁判阻拦的话，我觉得对方早都已经上天堂了不对，已经下地狱了。以对方的水平还打邱建良呢，那邱建良一根小拇脚趾都能踩死你方便一根小指头都能捏死你。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又是一个接腿，这个场面和第1回合差不多都是先接腿，然后再打击对手。后手，森巴有点晃，但对方的臀部很肥壮很稳，这是对方的配重他的臀部很肥这样一来的话能站得更稳一点。毁伤之后现在显然没有恢复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双方开始了角力，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现在保银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没有用上全力。在第1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森巴库利巴里这位选手，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很能扛在第1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好，连续的摆拳和直拳。现在现场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昂
中国功夫机全能系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赛前这个黑人选手赛前有多狂，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两只小手啊，两只小黑爪啊，已经是焊到脑门上了，他不敢拿下来啊！稍微一松懈，那可能下一秒就要躺地上。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已经整个人是很软了，但他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顶啊，因为他越退缩，保银仓打得越狠。而保银仓这一边也是稍微的收了点劲儿啊，放缓了一下节奏，估计是让保存体能，在第3回合再统一释放。虽然摇摇欲坠，虽然站不太稳，失去了平衡，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哎，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但是保银仓没有跟上来，有几拳呢？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虽然说保银仓呢很年轻啊，才这个19岁啊，但是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给力，尤其是在拳法上的表现啊，他的拳呢打得很重啊，非常的犀利。我觉得第3回合保银仓 KO 这个小黑子的概率啊是99%。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3回合保银仓能不能够 KO 这个嚣张的小黑子。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决定回合，保银仓应该是全力出击啊，不要留力了。第1、第2回合都占据着优势，争取能把对方 KO、TKO 或者降服吧，来个漂亮的胜利吧。保银仓啊，不要再留力了，全力出击，跟对方拼一个灿烂之战吧。现在保银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森巴库利巴里闪躲过了保银仓好几记重拳。现在森巴库利巴里是在摇臂啊。保银仓这个小伙真是怎么打怎么有。虽然说现在体能没有开始那么好了，但是打的拳啊依旧是很准，打得很重。好，森巴想摔，但保银仓来自于草原啊，你摔我们那不属于羊入虎口吗？第3回合马上要结束了，现在这个小黑子森巴也试图做一些反击。哎，保银仓这怎么能不做防守呢？哇，真不做防守，双手自然垂直，这不是说我们没劲儿了啊，就是不想防。哇，这个防爆摔真好啊！本场比赛的防爆摔是100%的成功率。呀，但是觉得保银仓这场比赛啊，出拳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些。好，又是一记重拳。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好，又是一记重拳，再打了个坐地不起，本场比赛结束。好，比赛终于结束。那实际上第3回合，我个人感觉啊，应该早就判胜了，因为保银仓连续击败了击倒了对方3、4次，但是都没有被裁判读秒。这个裁判我觉得啊，真应该检查他一下，黄皮肤，但他有一颗黑心呐。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保银仓为他的师兄董鑫成功复仇。本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有血性。好，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希望大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门儿都没有。巴西女拳王时隔6年来找张伟丽复仇，扬言如果打不赢就当场剃发做尼姑。
张伟丽表示：“你可千万别后悔。”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格斗女王张伟丽大战巴西女拳王艾琳·塞迪奥梅伊尔的精彩大战、精彩比局。我们注意看，一身黑色、穿着黑色背心、黑色裤衩的红方选手便是张伟丽，而蓝方选手粉色小背心便是艾琳·塞迪奥梅伊尔。在6年前，他曾和张伟丽有过一次交手，只不过当时他输的实在是太惨了被炮打了15分钟。当时被打的是面目全非他回到家里之后他的母亲都认不出来了。所以说，时隔6年，艾琳又回来了。骨头顶膝，哇，张伟丽依旧是势如猛虎。刚刚这一脚差点把对方的小胸衣粉色小肚兜踹下来。张伟丽要小心了，如果你用力过猛踹掉一些不该踹掉的东西，那这个比赛我们就看不了了。在这6年期间，这个艾琳每天起的是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拿下了18战17胜的一个战绩，再次向张伟丽发起了挑战。断头台有没有机会？在6年前，这个艾琳在战力上输给了张伟丽，所以说在6年期间她苦练了她的摔跤技术和她的柔术。这一次目标也很明显了，我们看一上来便和张伟丽打起了贴身缠抱。小心！这个艾琳，哇，这个劲儿还真不小的确这个够大够劲儿，像一头大奶牛，很有劲儿。又一次张伟丽危险。但是你说他这个劲儿小吧，他能把张伟丽举起来，但你要说他劲儿大吧，他还摔不倒张伟丽。小心双飞踢，刚刚重心是有些失衡。我们看这个艾琳呢，她的头发非常的凌乱非常的飘逸，但过了本场比赛可能就没有这么飘逸了。为什么？因为她赛前扬言说如果打不赢张伟丽，就当场剃发出家，以后不打拳了以后退出拳坛，归隐深山归隐寺庙。还行他还挺有骨气，给自己呢这个逼上了绝路。实际上我们看张伟丽在身高臂展包括体重上的话都是要吃亏的远远没有这个艾琳优秀。后手打中了，张伟丽疯狂的用这个膝顶对方的肚子，转身想拿背。这个艾琳没有想到，时隔6年张伟丽的地面技术和她的贴身缠抱技术也得到了非常恐怖的提升。小心，要小心呐！不要把对方挤爆了我真的是有些担心对方的这个身材能不能经得住张伟丽的狂轰乱炸。这个角度，张伟丽把肘顶到了对方的嘴巴上，肘击。刚刚是有个高位顶膝，很危险，有一个。现在艾琳呢是卯足了劲儿，想把张伟丽放倒。他现在是搂住了张伟丽的2条腿，但张伟丽真是不动如山倒了。但张伟丽借助龙网又站了起来。现在艾琳还是很执着他就想把张伟丽放倒。又来了！哇，这个真有劲儿看来这6年他这个的确是没少练想把张伟丽连根拔起。他浑身的蛮劲儿，但他来错了地方。这么有劲儿，你去这个扛麻袋你是去工地算了，还打什么拳别人扛1袋，你扛2袋，甚至是3袋。这个角度张伟丽很难受他既要保持平衡，要连续的打击对手，但依旧是站得很稳。好，接下来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接下来的精彩表现。在战力水平上没得说张伟丽的拳腿功夫是远超于对手的。这主要是张伟丽的
这个战力功底啊比较深厚啊，有着中国传统武术，再加上散打的一个背景。现在艾琳的发型，哈哈，这位巴西女拳王的发型啊，哎呦，这已经是像个疯婆子啊！你给她一块破布，你再给她一个破碗，现在出门要饭都能要到不少钱。哦，第3号效果，连续的补刀，张伟丽疯狂的左右开弓。哇，张伟丽的这个体能啊，实在是太出色了。那么高强度的进攻和内围打击，依旧是很强势啊，很有劲儿。好，连续的肘击。现在艾琳的脸上已经开口了。张伟丽不仅是有散打的一个功底啊，包括他还有一些泰拳的功底啊。他当时呢请过一个专业的泰拳教练。哦，来了，身后上树，但没上去。哎呦，这个角度，观众朋友们，该暂停暂停啊，该放大放大，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哦，还是连续的顶膝，膝法再配合他的肘法，这都是杀伤力最足的武器库了啊！张伟丽的武器库很丰富。摔法、柔术、肘法、膝法、拳法、腿法，哇，通通都有啊！张伟丽弓箭步在防御艾琳的一个抱摔，站得很稳。其实这个我们变相来说，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在6年前的话，艾琳是被张伟丽啊打的真的是面目全非。但这一次我看他也挺惨啊，也挺惨啊！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啊，这个艾琳当时就很抗揍。在6年之后的他呢，哎呦，你看又得到了提升。我建议这个艾琳呢，打出比赛之后你也别剃发了，你也别出家了，你干脆啊和张伟丽混啊，当张伟丽的陪练，那你肯定是能出名。一个是全世界最能打的女人啊，一个是全世界最抗打的女人。你俩在一块儿那是珠联璧合，强强联合。等将来张伟丽称霸世界拳坛了啊，也有你一份功劳啊，你也能跟着沾沾光啊。就对方这个耐力啊，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执着和摔法这个劲儿啊，哎呦，想必她的老公肯定每天很遭罪了。好，注意看时间，第2回合最后1分钟了。哎呦，这个角度，哇，天哪！张伟丽要小心，千万小心！我真怕你把对方打坏了啊！好，疯狂顶对方的大腿，让对方双腿发软，看一下能不能把对方呢放倒。现在我们看这个艾琳，哎呦，整个人的形象啊！哦呦，感觉好像是刚经历了点什么啊！这真打成疯婆子了。我们再看张伟丽这一边的话，我们是兵不见血刃，不要说出血了啊，现在估计连汗水都没有多少。对方是不是有点迷恋张伟丽的大腿啊？本场比赛不是来这个摸张伟丽大腿啊，就是在摸张伟丽大腿的这个路上。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看一下接下来两个人的精彩表现。连续的正蹬，把控两个人的距离。哦，连续的重拳打得很准。虽然说我很支持张伟丽，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多少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啊，一丝丝的同情心呐这个给到了艾琳，她太惨了。我们经常说，只要功夫深呐，铁杵磨成针。今天这个艾琳真是不信邪了啊，就想把张伟丽放倒。但对方这个行为无异于拿核桃砸钻石，哪怕你砸1万个核桃，哪怕是1亿个核桃，你砸钻石也没用啊。
这场比赛如果不产生 KO、TKO 或者降服，那这个艾琳现在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啊，他已经输了。因为这个分数上的话，的确是差了太多，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有效打击。现在他这个状态完全是在拖延时间呐。好，裁判终于出手了，看不下去，将双方呢重新拉回到站立。头发这么乱就不要整理了，你再整理你再整理没什么用，你这3000烦恼丝啊一会儿也得剃光。好，注意看背部裸脚，张伟丽这个角度有机会，但是手臂的扣啊没有放到对方下巴里面，所以说扣的不死。好，张伟丽放弃了。双方现在这个姿势，没有想到艾琳还敢往后方去打张伟丽，挺大胆。好，再次拉回到站立。这个艾琳呢是不情不愿呐，因为打站立啊，她太吃亏了，根本打不过。你快别捋你那2根毛了啊，该想想怎么防守吧。你看还捋。漂亮！哎，一拳前手拳，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肘。艾琳这个脸上开口啊，至少2个口了。对，眉弓一个，眉心这儿好像也开了。但这种肘呢，这种正面的肘啊，其实这种短距离的肘很难把人打 KO 啊。对，它更多还是划开口子和打重击造成伤害。对。这种肘法打击，转身肘是有可能 KO， 对，腾空起来有大动作的这种肘也有可能打 KO， 但是近距离的就是开口的，对，包括刚刚张伟丽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肘，这种距离稍微拉开一点的，是有可能 KO 的。对，最后10秒钟，艾琳也拿到了一个圈镜啊，但是应该是已经没劲儿了，没劲儿。对。比赛结束啊！好，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在6年前，张伟丽暴揍了他3个回合，没有想到6年之后啊，又暴揍他3个回合。本场比赛的结果，相信已经是毫无争议了。让我们恭喜张伟丽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啊，打得非常的精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中国坦克邱建良远赴泰国闯下血案，失手将17岁泰国摆正天才暴打猝死，躺在地上浑身抽搐不止，当场咬舌自尽。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中国坦克邱建良在泰国的一场冠军卫冕战。你没有听错，这场比赛是冠军卫冕战，而邱建良正是冠军。好，那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很疑惑了，这邱建良什么时候跑到泰国拿了一条金腰带？没错，邱建良不仅是散打、自由搏击厉害，他的泰拳也是1顶1的牛。在泰国这个高手云集的地方，并且拿到了冠军。本场比赛他是卫冕。好，注意看了，蓝方选手蓝色拳套是邱建良，而红方选手便是来自于泰国的洪狠。这个洪狠才17岁就已经达到了113胜的一个豪华战绩啊，真是又红又狠呐！在泰国很出名啊，并且是波球的10大弟子之一啊。本场比赛也是狂言，邱建良，如果你不交出金腰带，我肯定不会让你活着回国。17岁啊，就带着一股狠劲儿，这就是很多泰国选手的特点啊，都挺狠呐。把他往地上一转，让他的一个关节，因为疼痛而自己被摔。哎呀，邱建良小心一点，又被打到了。所以对于这位洪狠，他的下手也是者不善，善者不来。邱建良一前一后，那邱建良自己跟我说，他比较喜欢技术型的打法，遇到打得太猛的，因为怕被对方弄伤啊，有点得不偿失。如果跟技术型的选手交流，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机会。好，要摔想到了，这个非常的痛哦，听到木板的声音。我คู่นี้ชกกัน3ยกนะครับ。那在特别的时候会大量的脱水，脱水之后要怎么样恢复这个水分呢？就要吃点盐，跟我们以前的一些减肥的概念是刚刚恰巧相反的。
虽然说这个红狠啊才17岁，但观众朋友们着实是不太好对付，因为就目前来看，他的确是能和邱建良呢打得有来有回，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击败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选手，不下5名。所以说对中国的搏击选手的水平啊和技巧还是有些了解的啊。但邱建良毕竟是邱建良，100年难遇啊，所以说我们相信他就可以了。就目前来看，对方虽然说能够和邱建良打得有来有回，但明显啊还是有些个毛躁不稳定。而邱建良正如他的外号一样，我们是坦克，我们很稳。好，一回合比赛结束。目前局势上来看，邱建良呢是还没有发挥全力，我觉得30%的功力都没有发挥出来。毕竟打一个17岁的这么一个小崽子，不着急，我们第2回合再开始发力也不晚。好，看现场的举牌美女，的确很漂亮啊，但是难辨雌雄啊，这里是泰国啊，是男是女的不清楚。我个人猜测啊，大概率他可能是个男的。在泰国为什么这么多的变性人呢？因为泰国有很多的制度啊，比如说每年的征兵制度，如果你是女子啊，不需要征兵啊，所以说你变性之后，身份证变成女人啊，也不需要征兵。好，第2回合开打了。哦，这个带摔，邱建良微微一笑，表示小子你给我等着。邱建良对腹部的勾拳，但是呢，没有对红方造成太大的威胁。对方的一个膝撞，好，踢完之后，邱建良这一次啊打得有点紧张，因为对方来者不善。看邱建良能不能再来一个神来一笔，一个干打，但是呢，对方这个杆给他打不穿。邱建良的脑子，我相信一直在动，用假动作来骗。邱建良，一个转身空中的后蹬，也蹬到了对方，但是对方呢，就是不会通，而且对方的低扫踢啊，相当的狠，好，要小心。这一次派红狠来打邱建良，实际上啊是拨球的意思。因为邱建良多次向波球发起挑战，真的是不止1次了，但波球每一次都有借口来拒绝，而且最夸张的借口啊，就是狮子大开口啊，张口就是1000万、2000万，出场费太多了，我们中国赛事方呢还真是请不起，主要是波球的谱实在是太大了。好，连续的勾拳飞膝，邱建良开始踩油门了。邱建良这个力气跟红狠比力气的话，好像红狠的力气比邱建良大一点。对，邱建良坦克还推不动这个红方选手。邱建良在扭屁股接对之后，平高有，太漂亮了，可是又给对方顶了下来。太漂亮的一回合。好，对，邱建良加油！你是击败刘瑞明这样的高手，不要怕他。双方在互换勾拳，勾拳换到一半还可以高手扫踢。邱建良的腿太漂亮了，无影脚。现在双方的战况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但很明显，坦克，坦克邱建良火力更猛，我们占据了开火权。这就是姜还是老的辣啊！很明显，邱建良的体能还是很好，而这个红狠啊，已经开始软绵绵，开始软弱无力，走路打晃。我们再看邱建良还是很硬，对方频繁的搂抱，想要限制邱建良的进攻节奏，但坦克岂是你肉身之躯能挡住的吗？对方是站得很稳的，再来一次，这是换了落点，刚刚接腿之后。打下巴，这一次接腿打杆打，但是对方的杆啊似乎比较强壮一点，打了几次那个杆都没感觉。太漂亮了，360，但是呢被对方躲掉了，而且卡到了绳子里面。好，一个刺拳再次刺到了肝脏上面，要摔邱建良，但摔不成。邱建良往后跳了2步就恢复了平衡。再次把红方选手顶到了角落，很漂亮，一个干打在一个上勾拳。不知道此时此刻台下的波球看到这一幕，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好飞膝，这已经真没劲儿了啊！
裁判不服他都起不来了。这就是年少成名的坏处啊！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没有对手，但不知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哦，漂亮，神龙摆尾，正蹬。哇，这邱建良的体能真好啊！真的是八般武艺都给他用了出来，已经用了19招了。哎，换个角度，这个勾拳有，打了！哎呀，强度，太漂亮了！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做勾拳是最好看的、最有效果的。啊，撑不住了，拖，哎，一甩，没错，甩到我面前，哎，打了，直接摔到了擂台上面倒下去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只是摔倒而已啊，哎，非常严重。我们看这位泰国选手，在连续吃到邱建良的多次重击之后，再也起不来了。这几拳看着不是很重，但实际上属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邱建良累积性的伤害太多了，让对方呢再也撑不住了。好，本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没有想到邱建良呢如此的干净利索拿下了对手。好，估计是不行了。我们看邱建良的话，表情也非常的难受啊，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在关切对方的伤况。无论怎么说，恭喜邱建良，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大家伙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